我知道我的频道里面吸引了很多善于利用像数据啊、图表啊来对社会经济还有未来选择还有投资决策进行分析的高智商观众。那这一期呢，我想在大家已经了解了的思维基础之上呢，稍微突破一下，从经济和投资理论出发，最后再深入挖掘这个存在于我们潜意识里面控制着我们但是我们又不自知的这个行为经济学。我们把理性和感性结合在一起，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给自己的这个投资或者其他的人生决策打开新的一个思路。这一期呢，我会给大家举很多的这个例子哈，那有的呢是现实的事件，还有一些呢是社会实验，有些难度，大家准备好脑子。新来的观众呢，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频道里面绝大多数影片的稿子，还有所有的学术材料的链接，都在这个描述栏里面，欢迎大家去查证或者搬运，反正别把我这脸呢从我这片里面换掉，我这些文字和影音资料，大家想怎么用都可以。那当然了，我也是非常感谢已经订阅我这频道的观众们哈，那是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长期以来的支持，帮助我下定决心把这些研究材料全部公开。那不断增长的这个订阅量呢，更是会持续帮助我请到更多的优质的这个行业专家来做采访，那给大家更多的免费信息，这不就实现正循环了，不是吗？ To the universe born from a black hole exploding.Keep going. 为了能让后面我讲的这些细节更容易理解哈，我们先从上帝视角来概括的说一下今天的3个框架。那价值投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还有行为经济学。那为什么我想了很久决定把这3个框架放一期里讲呢？就是因为这3个理论的框架呢，可以从3个不同的角度去讨论投资决策和市场行为。价值投资策略主要呢就是讨论如何去找到被低估的资产嘛，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像估值啊和市场周期的问题，那也是最常被引用了和提起的一个理论。那对一家公司做完了评估以后呢，就是要去考虑如何构建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那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呢，就是靠数学模型分析出来的一个关于如何构建投资组合的这样一个理论。那利用投资者对于风险和回报的把控来评判构建方式。那这可能是我们今天会提到最复杂的一个部分哈。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也绝对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的一个行为经济学。 Because the best result would come from everyone in the group doing what's best for himself and the group. 那我个人有一个感悟哈，就是当大家提到这个投资策略这4个字的时候呢，经常把重点放在投资上面，但我其实觉得策略这2个字很可能它的重要性呢要高于投资这2个字。我自己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形容策略2个字背后逻辑的一个最准确的一句话，就是在一种形式之下呢，能够影响你所得到的结果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行为，还是其他人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就是以一种可以说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角度去补充知识或者反驳很多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这个概念养 Richard Thaler 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What do you recommend people do at times like this when they wake up and they see a stock market that's maybe fallen 3%? And I said, change channels.Turn your show off. 那我们就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价值投资开始说起哈，先给大家举个价值投资的反面教材，然后通过数据来看看价值投资在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在哪里。价值投资的基本概念呢，就是投资者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嘛，关注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那在这家公司被低估的时候呢，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 Benjamin Graham 就是最早提出价值投资概念的投资家，他也是 Warren Buffett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候的老师。在 Benjamin Graham那本非常著名的《聪明的投资者》的这本书里呢，就提到了投资呢是以分析为基础的，那首要的是确保本金它是安全的，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呢再考虑回报，不符合这思路的呢就都叫投机。那我们最熟悉的 Warren Buffett 当然就是长期主义哈，那看一公司的长期价值来投资。投机的例子呢就太多了哈，像去年那个著名的日元 carry trade 利差交易事件呢，就是价值投资领域最标准的错误答案。我相信有些对财经实况特敏感的朋友是知道这事儿的哈，不过我这频道它不是报道新闻的，咱们是做经济方面的研究，分享智慧，传播独立思考理念的，
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跟大家大概捋一下哈，当时都发生了什么。那顺便也讲解一下这个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在理念上的一个差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真正信仰长期主义的投资者呢，是不应该过分关注金融机构的短期动态的，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是在一条赛道上。日本央行这个利率从2016年的1月一直到2024年的2月，一直都是一个负利率哈，是负的 0.1%。尤其是2022年之后，美国带着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强力加息，那一直到2024年底都开始考虑要降息的时候呢，日本央行反而在2024年开始升上息了。当然这个后面原因还是有很多的哈，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就不细说了，要不这一期涵盖的内容呢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我这个邮箱列表，加入的链接呢在我的描述栏里面，那我过2天可以详细的在里面跟大家解释一下。另外我也会偶尔在邮件里面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一级市场里面看到的一些现象啊、趋势和一些想法。那日本央行这反向操作造成的实际影响呢，就是在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整个过程中呢，日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的特别厉害。大家去年和前年肯定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去日本旅游的吧，就是因为日元便宜嘛。那金融机构它也不傻，他们利用这个低利率在日本借出短期的低息贷款，投入到美国的这个短期高回报的市场里面。那这个高回报可以是比如说像股市啊、债市啊，或者一些非常短期啊，它放个贷，然后卖出资产，或者拿回回报之后呢，再把之前这个日本借的低息贷款给还上。那这中间不就出现了一个汇率和利率差吗？结果好巧不巧，在美联储放出风声要降息的时候呢，也就是美元有走弱的压力的时候呢，另外日本在几乎同一时间突然又加息 0.2%， 从 0.05% 加到 0.25%， 那日本的短期贷款利率升高了，日元突然出现了升值的压力，这一下子日元和美元之间这个利率汇率差都变小了，那金融机构在中间套利的这个空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于是为了堵上贷款的这窟窿呢，金融机构就得赶紧从容易套现的市场里面开始抛售资产，换钱还贷。那这最容易套现的地方呢，就是股市。所以去年8月份，日本和美国的股市都跌了那么一下嘛，那日本股市相对更惨一点哈。这时候可能有朋友说了，哎，这中间的利率和汇率差也没差个多少啊，那美联储没降息，日本央行也就升了 0.2% 的这个利率而已，怎么市场就出现这么大一波动呢？这个就要提到刚才我说的金融机构跟信仰长期主义的这个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了。金融机构呢，它是一个机构，它需要运营，需要现金流，需要不断产生交易，那获得快速的回报去维护日常的开销，去发工资啊，去交保险什么的。那他们的目标和定位呢，就是短期投机。那普通的投资者呢，尤其是价值投资者是没有短期现金流的这个需求的。那因为价值投资者他的目标呢，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一个稳定的回报。那之所以日本央行 0.2% 的利率上涨能够造成市场这么大的动荡呢，一个是它加息的时间确实很尴尬哈，但另外一个呢，就是本来金融机构就是需要获得短期利益的，只要资金量足够大，哪怕是 0.1% 甚至是 0.05% 的套利空间，也是可以获得很可观的回报的。重点呢，它不是在差价是多少，重点是在资金量有多少。这里面我想说哈，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投机是没有问题的，我承认投机在市场里面是有立足之地的，不然呢，它也不会有华尔街，不是？ Every battle is won before it's ever fought. 但是呢，在《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里面也写到了哈，有3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第一呢，就是你以为你在投资，其实你是在投机。第二呢，就是没有足够的知识作为支撑的情况下哈，还特严肃的对待投机这行为，而不是拿它当一个消遣的行为。第三呢，就是放在投机里面的这个资金量实在是太大了，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亏损范围。但是说到价值投资这理论哈，《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呢是1949年第一次出版的，那后来也在60、70年代的时候做了这个补充哈，外加上后来巴菲特的个人影响力，更是让这个价值投资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在《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里面呢，确实有一个计算资产的 intrinsic value 内在价值的计算公式。后来 Benjamin Graham 也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里面呢对这个公式进行了一些更新，不过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哈，各位数学
学小能手们，你们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大家在我这稿子里面也能找到这公式的原出处哈。那这公式呢，在上世纪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自从90年代一直到近期哈，其实这个价值投资理论开始出现了一些瑕疵。那我在一篇学术论文里面找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如果我们说以$1为单位，在70年的时候把这$1利用价值投资放在这个股市里面，然后10年期为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1970年的时候投入$1，到1979年这$1的回报呢会达到102%。80年的时候投入这$1的话呢，截止到89年的时候，它的回报是75%。但是如果是90年的时候投入$1的话，这$1在1999年的时候会跌掉10%。2000年的时候投入$1，2009年的时候回报大概是90%，但2010年的时候投入$1，在2018年的时候会跌掉18%。那我们笼统的看起来的话呢，大概是在80年代的这个时候，这个价值投资的计算方式呢开始变得不怎么稳定了。这个呢就涉及到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力度在80年代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呢，第一，在 Benjamin Graham 生活的那个年代啊，也就是1894年到1976年，企业的资产几乎都是有形的，它就比较容易去估值，哪怕有一些技术上的革新，跟它去世之后发生的这个信息革命相比哈，也是非常缓慢而且不怎么明显的。第二呢，就是由于无形资产所能产出的这个价值跟有形资产相比呢，估值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反映在账面上的话，也就会有一些误导性。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这张图。这张图呢是私人企业从1977年到2017年对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率。蓝色这个上涨的呢是对于无形资产投资的增长率，橘色的这个呢是对于有形资产的投资的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地方，这两条线出现了交叉，也就是说在这时间点上，私人企业对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意愿开始高于有形资产。那这个无形资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哈？那举几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像这个研发呀、品牌塑造啊，还有像是数据处理速度啊，就这些东西。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呢，一家公司的估值它包含了2个部分，一个是可估算的部分，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账面上可以看到的这个盈利能力来估算实际市场价格，这个呢就遵从这个 Benjamin Graham 的这个理论。那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不太好估算的，尤其是那些有很多无形资产的公司。那往宽泛点说哈，那这家公司能够产生的社会价值啊，像公司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力，对于公司带来这个额外的营销效果之类的，它都是一个公司价值的体现方式。那这些方面的例子就多了吧，像特斯拉，像 MrBeast， 甚至是川普，它都是个人形象带动企业价值的经典案例。 Offer me money, offer me power, I don't care。 那除了账面价值跟实际价值是不对等的以外呢，一家公司对于无形资产投资的思路和决定很多呢是运营和战略层面的问题，所以想要了解这些决策思路呢，需要进入到一个更深一层的公司内部，这就造成了只能看到账面数字的外部投资人和有内部信息的投资人之间的这个信息是对不上的。而且现代信息传播它过于顺畅和发达，信息层面的不对等并不只是时间上的一种拖延，还可能是通过制造误导性和情绪性的信息对于市场进行影响。 So the S&P 500 entered a bear market. One of the worst stock market crashes in But now it's history. official, we are in a 那 recession. 这点不用我说，相信绝大多数碰过股市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理解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花时间和精力去跟活跃在1级市场里面的企业运营人也好啊，投资人也好啊，家庭办公室也好啊，去跟他们进行沟通，了解市场里面的趋势、运营细节和产业的一些现状。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哈，不管新闻上面说的有多天花乱坠，绝大多数关键信息都是靠私人关系和社交获得的哈。每一个行业都这样，投资行业也是一样的。Warren Buffett 作为价值投资理念的代表人物呢，说过这么一句话 ：Diversification is protection against ignorance。这句话里面的关键词 diversification 分散化投资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投资理念哈，但是怎么去安排和思考分散化投资就是一个很可以去讨论的话题了。Harry Markowitz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学术文章，叫做 Portfolio Selection， 里面呢就用数学公式得出了一套投资方法论，这套理论呢就是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模型呢就叫做均值方差模型，这个模型大前提呢是投资者都是需要避免风险的。
那这个模型的计算过程超级复杂，好，细节呢就超级的多，但它有一个图像模型，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比较好的去理解这概念哈。但是呢，也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去听一下。咱们先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学过统计学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哈。后面呢，我慢一点说，好，推荐大家反复听一下我后面要说的这个部分。Standard deviation 在投资选择这个框架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投资组合里面的每一个资产都会有一个风险嘛，那这个风险呢可能是有高有低的，那它是分散的嘛，咱们呢就找到这个风险等级的一个平均数。那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的这个大小呢，代表的就是投资组合里面的某一个资产的投资风险跟这个投资组合的风险等级的中位数之间的距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哈，这横轴代表的呢就是投资风险的这个标准差，那竖轴呢就是投资一个资产所预期的投资回报。那一个资产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就说明投资它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偏离投资组合的风险的中位数比较多，那同时呢预期回报呢比较低，那这个资产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低效的资产。那如果一资产在这个位置上呢，就说明它这个投资虽然它所承担的风险比较高，偏离投资组合的风险中位数比较多，但是呢预期回报也会比较高一点，那么这个资产呢就是一高效的资产。那根据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呢，我们应该怎样去构建投资组合才最合理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叫做 capital market line 资本市场线。那具体的这个计算方式呢我就不细说了哈，概念呢其实就是说它是通过计算得来的一个可以代表预期回报率跟标准差之间关系的这么一条线。那这个线的一个起点呢就是一个无风险的回报，那这个无风险回报率呢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那这资本市场线跟这条曲线的这个交点就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的能够最好平衡风险和收益的投资组合。那在它往上延出去的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是比较优秀的投资组合哈，只不过呢根据数据它不太一样，这条线呢是有尽头的，那这个就要投资人自己去决定自己愿意承担多大风险去获得额外的回报了哈。那这条线呢就叫做 efficient frontier 有效边界。说到这儿我都有点好奇到底多少人还在看我这期影片，就如果你还在看的话呢，欢迎在下面留个言，我就特想知道我这频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隐藏的高智商人才。那我把这个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套在生活中呢，看看它的这个评判思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现在手里边有20美元，那你想要把这20美元在1个礼拜之内变成100万美元的话呢，那这个方式就是去买彩票。那这样看起来呢，买彩票所能给你带来的这个回报率啊是非常高的，但是这回报呢它明显高于其他的资产回报，比如说好像你的出租房给你的固定收入，或者是说你手里面的这个债券给你的回报。这样的话呢，根据均值方差模型，买彩票的这个风险就太大了，这不是一个你应该去做的行为。因为买彩票这行为呢虽然说超出了回报的上限，但是也超出了这个风险标准差的上限嘛。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发现哈，那以 Benjamin Graham 的价值投资理论和计算公式作为基础，那通过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里面提供的这个模型，我们其实可以是很理性的构建出一个比较精密的投资组合的。但是呢，这个里面有3个小问题。第一呢，就是大多数人他不是数学小能手，通过自己计算出这些投资组合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就有点像咱们上学的时候看的那个教科书，那按理来说呢，它应该是用来传递知识的，但是看完以后你反而觉得这个教科书成为了你跟知识之间最大的阻碍。那第二个呢，就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里面那个2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回报和风险，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并没有考虑进去哈，那就是需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同的投资者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肯定会有不同的心态，做出投资行为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需求。第三，不管是价值投资理论里面给出的公式也好啊，还是后面这个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给出的这个均值方差模型，他们假设都是投资者是理性的，尤其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是排斥风险的。但是实际上来看，投资者是真的以这个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排斥风险的吗？咱们把刚才提到这个买彩票的例子再拿出来分析一下哈。这回咱们从一个正常人类的角度上去想这个买彩票这个事儿，要是现在这彩票事件的主人公是你的话，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先说我这答案哈，我呢还是不会去买，但是我这思路呢是这样的哈，我会觉得这中彩票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小到让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花那时间去买这彩票。但是我这思路里面是根本没有拿这买彩票的回报跟我其他可以得到的回报之间这个所承受的风险和标准差来考虑的。那因为这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类的思维方式嘛。另外呢，肯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那花20块钱买个彩票，最多我也就是赔20块钱呗，那买就买了，无所谓的。那这个思路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这奖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这个彩票窗口那儿就开始排上队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常常说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那这20块钱呢，就是我们心理上可以接受的一个沉没成本。这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讨论的，从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角度去考量风险、损失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Behavioral economics within a sentence simply says to you that the context, the medium, and the interface within which a decision is taken may have a far greater effect on the decision we make than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a decision, even when we know those consequences. 我们人类的脑子呢是非常奇怪的哈，会出现很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说哈，在我们对比 A 和 B 两种资产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 A 比 B 更有价值，但其实我们可能又同时会觉得 B 比 A 更有价值。这我可不是瞎说哈，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经济它是一种社会科学，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很多时候投资的行为是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那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哈，华尔街把这个二级市场的气氛渲染的杀气腾腾的，这种信息过剩带来的情绪和心态上的波动，让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不管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哈，都导致了我们不得不更关注人们的心理活动对于经济产生的影响。那还记得我们刚才说那个对于策略这2个字背后的这个逻辑的解释吗？我在这里面特别想重复一遍，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描述了。就是在一种形式之下，能够影响到你所得到的结果的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其他人的行为。那我认为所谓这个独立思考哈，就是成为有策略意识的人，在下意识对一件事情做出反应之前呢，先有意识的把自己从主观体验上面剥离开，去观察他人和整体环境的变化，看看客观的现象是不是能够支持自己下意识的这种情绪或者行为。那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反人性的过程哈，但是大家呢能关注我的内容还能看到这儿的话，说明各位也不是一般人了。我先来把我刚才那坑给填上哈，就是那个人们会觉得 A 比 B 有价值， B 也比 A 有价值的那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可以充分的显示出人类的不理性和矛盾的心理，这是一个真实的心理学实验哈。那有2组彩票，还是彩票，这一期全是彩票，太财迷了也。那第1组彩票咱们用 A 来代替，那这一组彩票是有 97% 的概率可以赚10块钱。第2组彩票咱们用 B 来代表哈，那这一组彩票是有 37% 的概率你可以获得30块钱。那参与实验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选 A 的哈，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吧？那因为选 A 的话呢，你几乎可以确定你是可以获得这10块钱的。那也就是说，这时候大部分人是觉得通过衡量风险和回报，选 A 彩票是更优秀的一个选择呀。也就是说 A 彩票对于选择它的人来说呢，实际的内在价值更高。那这时候实验人员就跟这些选择 A 的人说，假设你现在手里面已经拥有 A 了哈，那有人想买你这 A， 给多少钱你愿意卖呢？然后同样的问题呢换成是 B， 就说假设选了 A 的这些人他拥有的他是 B， 问他们就是多少钱才愿意把这个 B 卖掉呢？结果呢，这一波当时选 A 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人都给这个 B 彩票的定价要高于 A， 这就矛盾了吧？那这些人明明前面认为 A 比 B 更有价值，那为什么在定价的时候，那给 B 的这个定价更高呢？那更扯的是，这个实验当时做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真钱做的哈，只是说预设了这么一个场景。但是当实验人员用真钱再做一遍这实验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呢这个矛盾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了。那这种矛盾的现象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呢，其实就是2级市场里面。2级市场里面这个交易速度快好，代表的呢就是对行为的思考过程可能会很短，那对市场里面其他人的行为的分析过程呢也会很短。那市场参与者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是非常常见的。那因为看到的只有数据嘛，并没有能力从这个行为经济学的角度上去分析其他市场参与者做出买卖行为时候的这个心理活动。那不过这个矛盾点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解释的，我们可以借用一个
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去解释它哈。这个行为学的概念就是 prospect theory 展望理论。那这个展望理论有一个概念哈，就是 value function 价值函数。那这个函数图长这样，那这个图的竖轴呢是价值，横轴呢是回报。那右半部分代表的是正向的回报，左半部分代表的就是负向回报，也就是损失嘛。但是明显左边这个曲线的弧度要更大一些，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损失带来的这个感受更为强烈。那跟正向回报带来的感受相比呢，大概是2倍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样金额的这个损失和回报呢，损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负面情绪更加强烈。所以在彩票这个例子里面呢，这个参与实验的人当面临选 A 还是选 B 的时候呢，他们是站在获得正面回报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进行判断的。但是呢，在给 A 和 B 估价的时候呢，他们是站在损失这角度上面去衡量的。那所以说，如果对比损失10块钱和损失30块钱相比呢，那明显损失30块钱这更疼嘛，这个就是人们给这种疼痛感来定价了。那我们了解完了这个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以后呢，再重新回看价值投资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就会理解其实在投资市场里面呢，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短期的市场交易里面，如果我们不去知道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的运营情况和他们实际的资产配置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了解其他人做出买卖行为背后的目的和心态的。那这些不仅仅是市场里面做交易的人他不确定很多机构里面的人他其实也不确定。Number one rule of Wall Street: nobody. I don't care if you're Warren Buffett or if you're Jimmy Buffett. Nobody knows if the stock is going to go up, down, sideways, or in fucking circles. Least of all stockbrokers. Right? It's all a fugazi. You know what a fugazi is? No, Fugazi. It's fake. Yeah, fugazi. It's a wazi. It's a woozy. It's a fairy dust. It doesn't exist. 因为这些是需要站在宏观的角度看到自己或者自己机构名下到底有具体哪些资产和这些资产的收入还有回报情况，然后才会产生一个买卖的行为。那这个里面的不透明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我只说到这儿呢，大家会觉得我解释了个寂寞，因为看似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这频道它没有那么半吊子，我当然会给一个解决方案，它不一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思考角度，不是投资建议别想太多。这个角度就是把投资组合里面再设立更多的投资组合，然后给不同的这个投资组合设定不同的目标和回报，那外加上配置不同类别的资产搭配。我所说的这个目标是可以比较多样的比如说这个组合的目标是长期获得10%以上的每年的这个现金流，那另外一个目标可能是10年之内实现100%的资产增值，还有一个组合的目标比如说是抵税反正之类的吧。那这样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投资需求分成不同的等级，设定合理的预期，分散风险的同时呢，也帮助自己稳定自己的投资心态。那这个具体目标当然每个人就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定了那如果你想要玩那种1亿飘10亿的追求刺激的人生的那种，那也是你的选择，玩得起就得赔得起。好，那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那价值投资非常准确地定义了投资和投机之间的区别，那也给出了价值投资的计算方式。但是呢，在上世纪一直到中后期美国公司的多样性还没有今天这么复杂。那当时的这个企业基本上都是投资在有形资产里面，那有形资产能够产出的效益是相对比较容易计算的。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80、90年代开始呢，企业开始投资很多无形资产，那这种资产能够产生的效益呢，就变得比较难计算。那所以我们虽然说是依然可以借用价值投资的思维，但也不应该非常拿来主义的去照搬价值投资的公式那么在对于某一个公司或者项目上，有时候难以利用价值投资的公式来准确评估的时候呢，那分散投资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从微观而且学术一些的角度上来看投资组合的话呢，现代资产组合里面关于风险的标准差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理性的去分析自己的投资选择是不是符合趋利避害的这个标准。不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市场的话呢，市场是由人组成的，人是非理性的。很多时候呢，因为自己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对于回报和损失的估值就会不太一样，最终的买卖行为也会不一样。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去避免这种无法衡量的行为误差，那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一个投资组合下面再分成一些小一些的投资组合，那这些投资组合里面可以设定不同的回报目标，当然里面也要放不同类别的资产那这个也是避险的一个部分。这一期的内容就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到现在辛苦各位了。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咱们下期见。